为什么学了很多技术却还是赚不到钱？不妨听听我的故事，让你真正理解交易。其实不光小孩喜欢想象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常常会被无边的懊悔吞噬，幻想着如果可以回到以前，修改结果，就不会亏损，就不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因为失败太痛苦了，太难熬了。在无数个夜里，看住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在市场里一点一点的亏光，晚上睡不好，梦里都是行情大涨大跌，起床后又是持续亏损。这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和懊悔，我再也不想经历了。我在这里把最痛的伤疤揭出来，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交易经历。当时我10万入市，亏损200%后，终于领悟开始持续盈利，同时也是反复警醒自己。交易最难的地方是，只要你走在这条路上，不管你赚了多少，只要疏忽大意，就会快速亏损回去。比尔黄赢了那么多年，被华尔街称为股神，最后只用1天就亏光了150亿。这就是交易的困难。只要你还在这个市场，你就必须一直赢，不能犯错，否则资金就会回撤。但是人又怎么可能不犯错呢？后来回想，我回撤大都是在大赚之后，因为持续获利一段时候就会骄傲，丧失那种刚开始的谨慎，觉得自己牛了。这太反人性了。赚钱了，赢了，却要求低调，要谨慎，要小心。亏损的时候害怕纠结，却要求要自信，要大胆，不要怕。所以在整个修炼过程中，心态是最难修炼的一点。人人都有贪嗔痴，他们就是导致亏损的主要源头。我用4年时间学习了种种交易技能。为了搞懂指标，我钻研代码和程式语言，用历史数据反复检测交易体系的可靠性。但是在心态修炼到位之前，还是不能稳健，资金曲线总是会波动。就是因为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教程，有 MACD、布林、量能，倒是江恩波浪缠论种种无数，但是心态的修炼方法却很少，而且很难执行。因为绝大部分人的一生当中，很少人对于如何克服人性进行有系统的学习与训练。很多人喜欢依照感觉，甚至美其名曰盘感好坏，归根究底不过是运气。而运气不等于能力，好运赚到的钱会因为能力不够亏回去。人性的弱点会为交易带来弊端，频繁做短线，入场不设止损，一回撤就害怕，赚了自信心爆棚，亏了又畏首畏尾，总幻想着一夜致富，一旦亏损就死扛，最后明明有交易纪律，却随着感觉来。这些只有透过系统的训练才能克服。那么如何训练呢？其实就是花钱买教训，要透过反复的犯错反思改进，进步一点，然后再犯错再反思再改进一点，一点是实盘训练出来。有人回想走捷径，想着用模拟盘不就行了。我遇过很多这样的人，包括身边朋友也有。模拟盘做得很好，一到实盘就开始亏损。因为两者心态完全不同，类比盘的亏损都是假的，不会影响到心态。而实盘一旦看到真金白银的亏损，就很容易放弃纪律，跟随感觉。所以没有任何一位高手是做模拟盘做出来的，好的心态全部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，这是不可避免的学费。包括身边一些交易员的朋友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情绪稳定。你就坐在对面，看住他们看盘做交易，但是只要他们不说，你就看不出他们有盈亏。不像很多新手，赢了手舞足蹈，输了拍案而起，都是必须的经验。所以如果你能够情绪稳定，不容易受到他人影响，能实时的观察自己，反思自己的错误，就有成为优秀交易员的潜质。如果你还不了解自己的水平，我分享7条最重要的交易纪律，你看自己能做到几条？可以在留言区打出来告诉我。其实90%的交易者都不是败给技术，而是败给自己。如果你连这7条纪律中的1条都做不到，那赚钱就只能靠运气了。纪律1，只要入场就设定停损，不犹豫不纠结，更不会随着行情变化幻想反转而取消停损。这里很多人都会犯错，想着先观察观察再设定停损，甚至一被套了就取消停损，都是不符合纪律的。纪律2，亏损之后不加仓，正确的交易往往入场就是对的，就会向预期的方向移动，如果入场就错了，很有可能方向就看错了。
亏损加仓只会陷入更深的泥淖。尤其是有些人喜欢亏损后翻倍加码上重仓，看似很容易捞回成本，但是只要失败一次，就离爆仓不远了。永远不要把命运交给运气。纪律3：大笔获利之后先休息一下，尤其是不立刻下重仓，而是继续耐心等待，直到符合体系的位置出现。不管是持续获利还是一次大笔获利，都是最危险的时候。此时往往自信心爆棚，很容易出现一种我无敌，不用遵守纪律，做什么赚什么的感觉。这时是最需要耐心的，一定要等待符合自己体系的位置出现再入场，尤其是要注意仓位，不可过重。纪律4：每笔交易下单前，确认这笔交易就算失败，被打掉止损，也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。这是新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尤其是对于不了解的市场或是有杠杆的市场，入场后才发现部位过重，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，从而导致交易变形，无法依照既定的纪律止损或抗单。纪律5：在有了盈利之后，定期取出一部分盈利来改善生活或建立储备金，而不是一直往账户里充钱，却从未提取过资金。这是最容易评估交易水准的一点。想想自己已经多久没有从股票账户里拿钱了，还是在不断的往里积钱。如果账户只是数字，那么赚钱又有什么意义？要让交易变成正向的循环，让你的资金改善你的生活，或变得更安全，才能享受交易的乐趣。纪律6：制作交易计划，只做擅长的模式，不抓体系外的机会，敢于放弃不明确的机会。其实修炼一段时间以后，都会有自己最擅长的技术买卖点，这些是最适合自己且把握最大的。但是行情是变化的，体系是趋势，却可能在走震荡。碰到不符合体系的行情，要果断放弃，不眼红，不后悔。其实很多成功的交易者都有2到3种不同的体系和方法，可能刚开始只会一种，不要急，在用好的基础上慢慢学习不同的方法，等能熟练使用多少方法之后，就有更多适合的机会。如果只精通一种方法也是完全足够的，只是需要耐心。永远不要碰自己不懂看不清楚的行情。纪律7：根据获利水准设定移动止损，永远不要让赚钱的交易最后亏损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不要心存幻想，虽然可能因为提高停损被打掉错过一些机会或少赚，但是更多时候可以避免本应赚钱的交易最后亏损离场。要知道，不管对资金还是心态，最重要的就是稳定。如果资金出现 50% 的回撤，那就需要再赚 100% 才能赚回来，难度直接拔了1倍。同时亏损很容易影响下一笔交易以及自己的交易纪律。就像巴菲特说的一样，保护好自己的本金是最重要的事。永远不要让交易处于危险的状态，不要去开过高的杠杆，做超过承受能力的交易。以上就是重要的7条交易纪律，这些都是应该能做到的，或者说经过心态的修炼能够做到的事情。我分享这些不是空谈，我自己也踩过坑，而且是深坑。这些坑内对应不同的交易阶段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阶段，就是在即将稳定获利的阶段，那会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当时我的水平提高了很多，不亏钱了，但是也难以大赚，就导致我的交易整体呈现一种震荡状态。尤其是那会资金体量较小，会选择一些带一些杠杆的品种，导致最后扣除手续费之后，长期小赚小亏。这种情况1、2次没关系，但是几十次之后，就会不自觉的产生一种烦恼的感觉，总想脱离这种状态，甚至有时会想不如赌一把算了，这样一直震荡太难受了。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交易经验中都要度过的一个阶段。我自己也不敢说就完全掌控人性了，很多时候我的交易赚钱了，但是我很难的，因为是逆住自己的心性做的。我知道我是对的，结果也证明了我是对的，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是难受的，不那么舒服的，所以我也依然在不断修炼，有些点我也做的不是那么好，还在不断克服。我主要是看技术，所以在大多数主流市场都能找到机会。如果你也是技术派，一定要选择体积大的市场，体积越大资金越多，反而技术走得越标准。不要去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做一些体积很小的市场，这样就算一时获利，最后也很容易亏回去。
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承受程度，如果有一定资金体量，优先选择指数 ETF， 这些都是技术很标准的。除此之外是一些龙头公司，最后才是带杠杆的品种，而且一定要控制好仓位，避免回撤，慢慢的复利。做到这些，成功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大很多。我们来到这个市场是为了盈利的，我们没有那些大资金的优势，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所以必须控制好自己，做出艰难的选择，最后走向成功。今天分享了我的交易纪律，你觉得纪律和技术哪个比较重要？或者你还有其他问题或想了解的地方，在下面留言，看到了我会回复或做成影片。感谢订阅，在这里也祝你早日走上自己的成功之路。